你醒了？身体可觉得哪里有不适？燕哥和苏姐姐如何了？都已安置妥善，我已让他们在府中住下，不要担心。那医馆呢？新医者可还忙得过来？他们做事妥帖，你放心吧。你没有什么别的想问的吗？我想和谁？好，云州可有受伤？你放心，你呢，安心养病，其余的事有我在呢。来，司君，肠胃可以喂。您是哪不舒服呀？腹痛2日，今日头晕乏力，约是逾期10日为止。那边请。3日后再来，届时拿着号牌寻医医者。好，明白了，多谢。定是苏娘子想出的主意，既减少了窥探隐私的为官之风，也让医馆不至于混乱无序。这可都是那2个年轻人讨论出来的，我就是个边干边学的账房先生。苏姐姐谦虚了。如今殷娘子不在，四郎君担子可重了，这医馆上上下下可指望着您呢。又赞了，司某不敢居功。好了，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周小娘在牢里招了吗？是孙嬷嬷指使的。此前尚书夫人屋中的香料亦是出自她手。看来周小娘是柳氏安排的妻子无疑，仁安堂的长侍，尚书府的2娘子。我这个继母还真是不拘之深呢。归云丹一事后，奴在暗中查探，发现柳氏这些年收拢了不少人心，在各个商行都暗植了不少耳目。看来这场棋局终于到了明处。之前我一直不知你2人父亲的事和护氏有关，其实我早就知道沈渊在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，但我从未想过从前的自己可以做些什么。一个人若不知棋，便只能沦为他人手中的棋子。彼时我还陷在名声和体面的牢笼里，我听到沈渊和总管的谈话。那份护氏暗约，无论如何都得给我找到。要是被人发现我私吞水银，给苏尔曼特权，私相授受，那我们整个神府就全完了。老西董，老西董，我这就命人去追查暗约的下落。他们上交户部的那份护氏契只是障眼法，实则还有另一份暗约，其中包括为苏尔曼减免关税，并且指定某家商号独家承运，还剥夺了长安世伯的议价权，擅自定价，抽取其中的利润。暗约？殷家的确有漕运的生意啊。萧郎君，有漕运生意的不只是殷家。好了，我就是这么一说而已。这么看来，这份暗约一旦公之于世，沈渊、苏尔曼，还有那个一直躲在暗处的人，都会难逃罪责。但这份暗约
却被总管弄丢了。沈渊、苏尔曼，你们阿耶，原来冥冥之中，命运早就把我们绑在了一起。一个是那沈园的夫人，另一个主母绝对想不到，竟然是那明月楼里出了名的继子。今儿个直接把两人领到府里来了，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！府里好像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，这一娘子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事关……他们知道的太多了。这几日胸口闷得厉害，吃不下饭。连喝口粥，这肚子都觉得胀。啊，我还头晕。我家夫君说我过于劳累，可连着歇了几日，也不见好啊。请娘子张口，让我瞧瞧舌苔。啊，可有胀痛？按下去时是刺痛还是隐痛？那倒也没有。我觉得，或许是气血亏虚的厉害。前几日确实如娘子所说，气血亏虚的厉害。不过现在，已经大好了。神了！他连这个都能看得出来。有没有可能前几日就是他去萧府救的你？甘拜下风。啊，不敢不敢。况且家父本就有愧于娘子。苏姐姐，你还别说，咱们医馆的医者都神神叨叨的，怪好玩的。倒也不必行此大礼。往事如烟，何须挂怀？不知令尊现况如何？哦，他还在新赵府关着呢，也算咎由自取。你还挺不容易的。你自幼，阿娘便教导你要端方自持，守礼明义，却没曾想委屈了你。都过去了，这世间风雨，岂是一个女子能独自担得了的？这和离之事，当真无悔？女儿不悔，退无可退，便无需再退。继续苟且于沈渊身侧，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往后，我宁可直面风雨，也不愿闭眼忍辱。阿娘确实许久也未见你眼里这般有光了，仿佛又回到了你幼时执意要读书写字、学算盘珠的时候，是那般倔强，又那般亲密。我遇见一位奇女子，她与城中的闺秀不同，她不惧人言，立医馆于市井，救死扶伤。虽然偶尔有些大胆，但她让我懂得了，女子并非只能低头行走，亦可立业自强，不必困于庭户。这世间虽险，却也有同行者，如此，阿娘也就放心了。不知阿耶那边，你阿耶虽怒，却非不明之人。这体面的背后多是虚妄，他又怎会不知呢？阿
阿爷阿娘教导你读书识礼，可不是为了让你跪着的。既已选择了路，那便大胆走。苏家永远是你坚实的归处。阿娘，萧家虽为商户，但亦需重名声体面。姨娘子此前的女客管已是惹人非议，如今又收留2名这样的女子，岂不更让外人指指点点？说得对呀。是啊。此事我亦为难。姨娘子往后毕竟是萧家的主母，难得有2位闺中密友，我自要成全她这份情谊。这姨女既要入我们萧家，那往来何人，自当由我萧家评判。对，此举甚为不妥，速速将此2人遣出府去。2位娘子孤苦无依的，若逐出门外，岂不让外人说萧家刻薄？大娘子糊涂呀！那苏毅乃是西市令之妻子，而那林彦哥更是一娼妇，留此2人只会有损家族声誉，污了廷书一世清名。若人人皆以孤苦为由只留萧府，礼法规矩何在？况且如今还未成亲呢，岂能由他任性胡来？我看这政事啊，还需慎重考量。三房公所言极是，礼法自当遵从。可如今因娘子卧病在床，云州又执意要护他们周全，我身为继母，实在不便强加干涉。此事体大，云州年少不知轻重，大娘子您还不知道吗？此事断不可再拖。若今日纵容，他日家宅不宁，祖宗基业何以守？萧家清誉不容玷污，速将此2人逐出府门，以正视听。既然各位都这么说，那莫不如我们清誉，若系于闭目塞听，不过只是虚名而已。2位娘子有伤在身，我若阻止，岂非与市井屠夫无异？流言蜚语已起，你让族中子弟如何自处啊？我可是听闻那苏氏德行有失，背弃夫家，败坏纲常，而那林彦哥是那明月楼的名妓，更是一身的污秽之病。流言止于智者，行善不因人意而止。西市令以权谋私，中饱私囊，如今已经被全城追捕。苏娘子李府，乃为明智，岂是弃妇悖论？林彦哥虽出身于明月楼，遭遇坎坷，然心性高洁，并无染疾之实，反为殷娘子之医馆增添了不少助力。2位娘子暂居府中，礼数自然符合规矩。你护短不过是为他们争名，人言可畏。日后成婚，若让人知晓萧家大娘子与这些女子为伍，岂不沦为笑柄？云州年少心善，各位长辈莫要太过苛责于他。笑柄与否，不在女子出身，而在男子胸襟。父亲教导过，立身以德，不必着浪，方能撑起这一门风骨。若叔伯和三房公是为名声而来，那这萧家的门楣便不必由我来守了。各位，失礼了。你可……我回了一趟苏府，和母亲说了和离之事。你终于想清楚了。我早该明白了，与其在一座金笼里枯萎，不如破风而行。这世上总有人走着不一样的路，是你们让我有了挣脱的勇气。苏姐姐，你其实一直是一团火，之前被风给灭了，如今这一团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了。对，说起来意外，母亲竟未责我，反倒支持。
这世上哪有母亲想让自己女儿过得不好的，是吧，严哥？严哥，我和苏姐姐商量过了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脱籍的。他若肯放我，之前也不必这么大费周章了。那是因为之前我们不知道他与沈园有所勾结，如今沈园在逃，我们有他的把柄，未必不可一试。希望吧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和苏姐姐陪着你呢。我们如今还添了一员大将，那就是云州。说起来，听你一直喊云州，这是萧郎君的表字。其实我们二人自小便相识，只是那时两家是竞争关系，彼此防备，不让我们往来。可那时他为了来寻我，时常从阴府的后院翻过来，但每一次他都跌倒在那道墙底下。我见他那样子太可怜，就给他挖了个狗洞。没想到稳重自持的萧郎君竟还有这样一面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两家都在争夺宫室蜜头，全程匿名竞价。那时我阿爷不知道从哪儿获知了最低价，就竞争到了这桩生意。萧伯父便以为我是有意接近的云州。我不信你会做出这等事。明日巳时，曲将至，我等你给我一个解释。小娘子，主母她早产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娘子是因难产时用皂荚催生，导致的产褥热而亡。阿姨，快请别的医者救救娘亲！我那时若是懂些医理，或许我的阿娘就不会走了。一切都过去了，也别太责怪自己。你如今这般，伯母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但我终是没能去赴约，母亲尸骨未寒，我亦无心辩解，云州也未曾找过我。你可知白日里因我二人暂住萧府，萧家众人上门责问，要将我和燕哥赶出府去。竟有这等事，为何不告知我？唉，那是因为你的云州郎君扛住了所有的责难，冷着脸一句句驳了回去。你搬进萧府已近半年，可曾想过等丧期一过，与萧郎君完婚？不敢想。我知云州待我如何，但我二人始终忘不掉父辈的恩怨。我现在就只想好好的把我们的医馆发扬光大，帮我阿耶还债，找到我阿耶，和我阿耶一家团聚。各位娘子，今后女科馆将开设验伤道，由我和司医者诊断所有因家暴、毒药、香料所导致的非自然病症，皆可出具验伤凭证。这些凭证由我为大家封存。若有朝一日，娘子需对簿公堂，这便是有力的证据。往后若有娘子受了冤屈，不必隐忍，尽管来女科馆找我们。这一纸凭证，或许能为你争一口公道。这世道对女子苛责甚重，但我们绝对不可再轻贱了自己。同时，我们会依旧延续夜诊以及临级，无论贫富，希望我们可以为世间女子创出一方喘息之地。说得好，这人世间的疾苦，除了风寒和湿热，还有人心的幽暗处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无声的伤痛变成有力的反击。我们不仅是医者，更是各位娘子的见证者。
我要一个，我也要一个，给我拿一个，我也拿一个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夫人的身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不用再继续针灸，日后只需用药食同补之法调养即可。此前我听闻夫人有过小产，不知夫人如今是否还有意在孕育子嗣？殷大夫可有良方？除却药食同补之法，我还可为夫人调制馨香，多管齐下，调理得当，年内有望。只是需记大喜大怒。那若殷娘子若能让尚书府添上子嗣，那往后这女科馆，贵女必是络绎不绝呀。不过此香需针对个人体质，夫人与尚书大人同寝共眠。只是怕尚书大人会受影响，所以我还需给尚书大人把脉，才能调制出契合您夫妻二人体质的香。甚好，那便拔。听内子说，你能让尚书府诞下嫡子？大人肾气健旺，生朗气足，可见肺气宣畅，日后教养幼子也有足够的精力。老爷，甚好甚好啊！可依旧有心悸失眠、精神倦怠之时。没错。大人可知，思则气结，思虑过度，先伤脾胃，脾伤日久，又耗伤心血，故心悸失眠，精神倦怠。想来大人必然是忧思过度，宜静心调养，忌怒忧。在其位谋其政啊，我是身不由己啊。大人忧虑之事，或可从长计议，亦或结志同道合之友，共谋良策。看来殷娘子是深知我的内心忧患呐。看来不知不觉中，我成了殷娘子的棋子。儿不敢有欺瞒，志相为真，想为大人解忧，亦为真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儿名殷新月，家父殷世凤。来人，送客。潘羽一事牵连甚广，我阿爷直到现在都还是下落不明。殷家何尝不是深陷泥沼？大人只见一人就可知，而非是想行对大人不利之事，只想为我阿爷证明清白。此人是何人？萧廷书之子，萧景义。他父死于殷家之手，难道他会帮你吗？儿知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殷家，但真相往往藏于表象之外。儿已掌握一些线索，足以证明这些事情还有别的可能性。他现在何处？老爷，我身体有感不适，就先行退下了。好，夫人下去歇息吧。此护湿器与焦油户部的一模一样，这上面的签押，你是否看过？儿见过，但上面的签押并非是我阿爷所签，上面的字迹，笔锋迟滞，墨色浮于纸面，显系模仿之迹，且印泥色泽鲜亮，一看便不是旧物。大家都知道，
却未必是我阿爷。若他还活着，他怎会留你独自一人在长安？若他死了，怎会至今都找不到尸骨？除非他想以假死来脱身。我不知道。沈园和苏尔曼的背后，必定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，操纵着这盘棋局，至今还未露面。如果现在将两人抓捕的话，所有的线索都将会中断。某一直拿不定主意，所以特来请示大人，是否由我二人暗中继续调查，还是将两人抓捕，移交大理寺审理？你们可曾想过，这殷世峰在这护士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？此器虽然是假的，但若没了他，这护士一环中可是缺失了什么？运输。某清楚应该怎么做了。多谢大人解惑。这些证据我会上交大理寺，但是目前不能声张，因为牵扯面太广，要以静制动。谨诺。大人可曾收到过萧伯父送来的求援信件？从未收到过。还有什么隐情吗？儿没有了，只是儿的痴心妄念罢了。哎，就是他开的那个女科馆，是给武姬看诊的那个医馆。对。哎呦，那不是明月楼的头牌吗？哎呀，接待过多少男人了，怕是那医馆也干净不了啊。听说啊，还让那个歌姬参与经营呢。哎呀，什么专给娘子治病的医馆？我看怕是专治那些见不得人的病吧。说什么呢？有病就去治，没病别少嚼舌根。我们说的你听不懂什么意思吗？朝廷有律，贱籍不能自由赎身和参与经营，更何况是那明月楼的头牌。哎，半点朱唇万人尝。就是谁不知道啊？还开在咱们长乐坊，这不是给咱们招晦气吗？你我都各有要事，莫因这些闲言乱了心神。可惜这医馆只能治病，治不了你们这肮脏的心。哎，什么人呢？装什么清高？燕哥，你这是？苏姐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一开始就不该留在这儿，日后我不在，还望你保重，莫要让浊流伤及自身。女科馆若能存续，便是娘子们的福气。说走就走，可曾问过我的想法？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要一起挣脱这世俗的枷锁。他说，不想害了女科馆。若女科馆因为流言蜚语而倒下，岂不就成全了那一帮有意乱嚼舌根的嘴？难道你想让他们得意吗？这些传闻与你无关，无风不起浪。你在女科馆中待了许久，现在突然传出来这些，定是有心之人拿你的身份来做此文章。天下之大，哪里都有风雨，与挚友一起共度，风雨才不至于凉了人心。燕哥，女科馆需要你。
还以为你真没了呢。是啊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培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真是让我好生心疼了一番。你知道你害我少赚了多少钱吗？竟敢联合外人欺瞒我！我劝妈妈好自为之。你协助沈园私通外邦，窃取税银，扰乱护市秩序，本就难逃同责之举。说是我有什么差池，那就是罪加一等。轮得到你教我怎么做事？你以为你是什么金枝玉叶呀？不过是个任人玩弄、秦楼楚馆里卖笑的贱籍女子。明日就算你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世间又有谁会给你出头啊？住手！我给他出头。思君，你快走啊！快走！他们做事不计后果，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你赶紧走啊！我不走。我若走了，谁来替你讨这公道？一个穷小子也敢坏我事，给我打！是。住手！又是碰我的，夏婷！夏婷！夏婷！你们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放开我！你们住手！夏婷！夏婷！住手！保姆呢？保姆在哪儿？看住他们，跟我走。思君，这是怎么了？所有人原地等候问讯，不得擅离现场。违者，以同罪相论。这明月楼可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，也不看看老娘背后是谁。大理寺奉旨办案，你倒是说说，你这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正好一同查处。思香婷，燕哥，我给你送吧。大理寺，说这个，你们是来查沈园护市一事的？护市一案牵扯税银，西施令更涉及命案，自然移交大理寺处理。你替沈园和苏尔曼遮掩罪行一事，同罪相论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来人，将他带走。等，我愿供出我所知道的一切，能否匿名？只要保我性命，我什么都能交代。我还有证据，我这就去，直接去取。封锁前后门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咋回事呀？这是。追！雪芝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红麻饼、鼓楼子，还有透花瓷，都热着呢。妈妈死了，我算不算间接为你报了仇？你在泉下有知，可以安息了，下辈子别再做无情。
也不要遇到像我这样的姐妹。若有来生，希望你生在书香门第，庄下读书，院中赏花，平安终老。方才在门口捡到的。殷管家，这信上的内容是否属实？此信乃阿郎亲笔所书，信中内容皆为事实啊！我说是不信呢。是萧郎君你们找上的我吗？郎君若是不信，我离开远山。站住！你细说说。此前，萧阿郎因水银丢失案而查到了护市之事，他打算接近阿郎，借机探查殷家商队和萨罗商团往来账。我们两家虽有多年积怨，但彼此尚能守住良善。此次并非我情愿，实在是萧兄所查之事，实在牵扯太多。他这么想查护市之事，那我们就帮帮他，带他去番禺，速将此信送去番禺。可谁料这一去竟是永别。阿郎本欲在番禺设局，却突遇山匪，乱箭之下，商队尽数覆灭。我们被山匪逼到悬崖边，无处可逃。我装死逃过一劫。阿郎，阿郎！哎呦，我这可怎么办呢？小娘子还等着你回去呢。那一日，我是唯一活下来的人。那他殷世峰为何要这么做？那苏尔曼不讲信用，此前几次运输货物，一直不予结款。那人力、物力、通行税、码头税各种费用，可都是钱呐。我们做生意的哪有那么多现钱在身边呀？几批货物均是阿郎垫付，竟欠下一屁股的债务。英雄啊，此前欠你的银两，我们萨罗商团还无偿还之力，还望英雄能再宽限宽限啊！宽限？我殷家3代经商，从未拖欠过1文税款。如今为你萨罗垫付的银钱，已逾10万两，码头、关税、人力，皆由我独担。你一句暂无力，便想推脱？英雄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放心，此次番禺地区的香料运输，非你英雄莫属。欠你的银两，只管在护市里头找补便是。此次护市交易的营收中，30%利给英雄，够填此项亏空。只要此次你将萧廷书带到番禺，他区区一个商人，本来这户部查账之事就不该插手。如果他识相，他自会闭嘴；若不识相，我也会让他闭嘴。那我阿爷为什么还要让我取殷心愿？萧阿郎之所以还能活着回到长安，全靠的是阿郎的舍命相救啊！那日阿郎本可以逃走，却又折返救你父亲，打他3箭，让他有机可逃。只是萧阿郎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本就是阿郎的计划，只不过将自己也折在其中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要回去救阿爷？因为小娘子，因为小娘子是他唯一的软肋。即便他回到了长安，亦是一身的负债呀。但他若救了萧阿郎，他便能以恩人之名，光明正大的将小娘子嫁入萧家，保全
女儿终身呐！好，他算准了生死，算准了人心，连自己的命都敢搭进去，只为换取自己女儿的一世安稳。好一个惨妇！郎君，阿奴，今日之事，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半句。是，送客。给大娘子请安。姨娘子来了，坐吧。今日怎的不去医馆，想起来给我请安了？大娘子，您莫怪，这几日我这医馆繁忙得很，我这心里又时刻惦记着您的救急，还特意寻了一些古方，赶紧给您送来了。真是有孝心。云舟，你看看你未来的妻子，可比你对我上心多了。积年沉疴非是那一两味药材可以除尽的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万一不慎伤及根本，这可麻烦得很。有些人啊，不懂医理，只凭一腔愚孝，这才导致了大娘子的病情被拖延。医道讲的就是对症下药，阴阳调和。我自是不会让药石伤了大娘子的身子。这方子啊，我已斟酌再三，皆是循序渐进、温和调理之品。今日你二人怎么了？怎能好似吃了火药，话里带刺？大娘子莫怪，大娘子，因如今这真假之症，最忌讳的就是急怒。我怎会因为这些和萧郎君在这儿起争执呢？昨夜下了大雨，我医馆的药材都被打湿了，就先行退下了。还盼大娘子早日安康，萧郎君也少些忧虑，萧府上下得一些安宁。那是自然。你二人可是吵架了？无妨。这丧期马上就过了，你们的婚事也马上就要提上日程了，你怎还如此小孩心性，与小娘子怄气？婚事自有父亲生前嘱咐，一切但凭大娘子做主。云舟便也先行告退了。看来主母的计谋已初见成效，殷娘子步步为营，言语间既显孝心，又暗藏锋芒，这分明是防着郎君。这郎君呀，亦不似前几日那般殷勤亲近，反倒生出几分疏离戒备。这殷新月越是周全得体，越显得刻意经营。再说，我那个继子心思深沉，从不轻易表露喜恶。他今日这般冷淡，似乎并不是对殷希月失了心意，反倒是像在试探。主母是觉得他二人是故意在做戏，一个佯装贤淑，一个故作疏离，实则暗中联手，试探您的反应。难道真如您所疑，他二人是否已察觉了蛛丝马迹？若他二人当真联手做戏，不可轻断。原本殷希月离府，萧景一听我的安排，娶了柳家的嫡女，便可相安无事。可他二人偏要查这查那儿，那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主母明智，谋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自是当断则断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之前主母让您挑拨他二人的关系，
您做的一切，主母很不满意。这是阿爷的，我找遍了阿爷的遗物，没想到竟然在大娘子那儿。主母的意思是物归原主，还请郎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郎君好自为之吧，这一切的受益者可是您呐。就是啊，这个什么女科管来历不明，既无官府批文，又无行医文书，分明是聚众行骗。前日我家婆娘来此抓药，服后上吐下泻，险些丧命。我家小女儿就是吃了她开的药，夜里高热不止，险些烧坏了脑子。这等庸医留着迟早害更多人，还开什么夜商档？谁知道他们开的凭证是真是假？怕不是在背地里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陷害各家郎君。二位，你们所言关乎人命，敢问是否还存留药方？交由官府，请他们彻查。你这小娘子，都说了人上吐下泻，躺在家中，你还有什么证据？难不成你还非要我将人抬来才能证明？就是，你这女科管在长乐坊，谁不知道？坏事频出。昨日我还看见有人捧着药包哭嚎，说吃了根本没用，反倒腹痛难忍。大人，我们不求别的，只盼官府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我们百姓一个公道。你的医术我们自然知晓，但尚书大人为确保女科管符合律例，必须走个程序。来呀，核对药材药渣，清点一应用具，封存坊间，不得遗漏。若发现私换药材、篡改医案者，当场拘押。一切流程清晰，药材来源明晰，坊间无伪，药渣留存完整，监制合规。尔等所诉腹痛之症，或因个体疏异，非药之故，亦非医之失。女科管救治过不少人，岂容轻毁？若皆以口舌定罪，医道何存？今日查其无误，望诸位慎言明察，切不可使人心蒙尘。且慢。为保方士清净，应更仔细查清女科管之所行是否合法合规。官爷如此匆匆了事，莫非另有隐情？该查的都已查过了。听闻此前殷娘子频繁出入尚书府，莫不是与尚书府有所勾连，借医行私？大胆！竟敢当众诋毁朝廷命官，与医患清誉，该当何罪？殷娘子行医济世，药方公开可查，何来勾连之说？若你执意挑衅律法，便随我去府衙辩明。官爷恕罪，我只是担忧，私人药方流行，又无官方审验，未经批准即行失治，何以以人命为儿戏？身为女人，亦恐良家妇女之名誉受损，还请官爷谨慎处置。女子名节关乎一生清白，官爷放心，女科管所用皆凭官册采买，每一批皆有印单可查。我们愿交出全部的采买文书和医案，请户部太医署共验真伪，一查到底，还医者清白，也还百姓安心。既然如此，就更应该查验女科管药物所用是否与医案不属实，又是否掺假，或者以次充好。好，好，好，查便查，横竖清者自清。来人，把刚才没查过、没搜过的，全部彻查一遍。
砒霜。砒霜，那不是毒药吗？砒霜可是剧毒，须经官府备案，私藏可是重罪。肃静！殷娘子，你可有什么话要说？这砒霜非属我管内，若是我管中的，根本不必藏于底层暗阁，定是有人蓄意栽赃陷害我的。这么说，你可有证据？没有。来人，将女科管查封，相关人员一并带往府衙候审。官爷，此事不仅是商户信息不明这么简单，已经牵扯到私藏剧毒，是否应移交京兆府审理呀？带走，押往京兆府。官爷，这女科管乃我个人经营，与旁人无关，要押就押我。郎君，医馆之事恐有蹊跷，是否要奴去查明真相？不必了。娘子如今被关在京兆府大牢，是否去打点一二？我说了，不必了。殷娘子是无辜的，殷世峰之事或许其中另有隐情。阿农，是，郎君自有决断，是奴多嘴了。殷新月私藏禁止物品，证据确凿，因暂无人员伤亡，一律杖刑80，没收药物，吊销个人市籍，永不许执业。行刑。我问心无愧，天地可见。若有一日此事查明真相，我乃清白之人。不知你们京兆府该如何自处？娘子若能活着出去，好好做人，莫走你父亲的老路。你知道我父亲怎么了？犯人既死不悔改，就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心月，你快醒醒啊！麻烦牢头将这牢门打开。能让你们探视，已是通融。他怎么变成这样？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不过是30大板便晕了过去，等他好了，还有50大板呢。一个娘子，80杖，你们要他的命吗？劳烦阿修再通融通融，不够的话，我明天再差人过来。嗯，记得明天来的时候，带够了银钱，探视完了赶紧滚蛋，莫要连累旁人。心月，心月，心月，我们来了，你快醒醒！心月，醒醒！你们来了。我给你带了一些吃的，都是滋补养生的，一定要撑过去，我们定会查明真相的。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尽早出来。多谢死了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父亲也被关在这京兆府，可有去探视过他？半月前他已被放回了家，我恐他又惹出是非，也让人遣他回了老家。心月，怎么了？苏姐姐，你何时与我说话这般扭捏啦？今日你被关入京兆府后，我便立即去找萧郎君帮忙。可那厮不知怎么，听说你的事与他无关，还将我2人赶出了府。各自清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再说了，我和他本就非亲非故，为何要将他牵连其中啊？可要不是他，你怎会受这般苦楚？哎，我真的好痛啊！这杖刑，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快点回去吧。
去吧。你说过，只是让女科管停业，将她赶出萧府，为何要将她送入大牢，赶尽杀绝？她一个弱女子，如何遭得住那牢里的酷刑？石安怎会变得如此冲动啊？婊子过于亲昵，大娘子还是叫我思香亭便好。私禁物本就是重罪。 若是不小心毒死了人，那可就是死刑。若不是看你怜他无辜，我才不会留他一条贱命。你如此狠绝，就为了保住你在萧府内的权势？你错了，石安。我所做一切，都是在替你扫除障碍，免他日后害了你的前程。我无需你这般费心。 更不愿以无辜者之苦补救前程。大娘子还是将心思用在正途上，莫要再行这等诛心之事。你父亲把你教导得过于良善，只是这世道，岂是良善就能苟活的？你竟也如他一般。 愚忠愚善，不懂权柄之厉害。当年，他若肯为我多争半分，我又何故诸多筹谋？父亲一生清正，不争权夺利，却活得坦荡磊落。你深谋远虑又如何？最后也不过是一个困于深宅，无人真心以待，只能守着这些名利钱财，孤寡而终的怨妇。 放肆！我费尽心思，机关算计，都是为了谁？想当年，我为你父亲铺好了进太医署的路，可他呢，偏要假模假样，说什么悬壶济世、救死扶伤，不愿参与宫中纷争。如今呢，连一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。 尸骨冷于荒冢，无人祭扫。石安，你也想这样？想让你今后的孩子也这样吗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大娘子的好，我承受不起。今夜前来，并非与大娘子论道，而是想问大娘子。 要如何才能放了殷娘子？他们按律办事，我一个困于深宅的妇人，又有什么能力去干预这牢狱之事？掌管监狱的法曹参军乃是大娘子的胞兄，若不是他，怎会人刚抓去就被立刻扣了名目行刑？ 我不过一介女流，兄长行事，岂能有我左右？你若真想救殷娘子，便直接去找她，找我做甚？孙嬷嬷，我乏了，送客。郎君，请吧。记得走后门。请。 郎君，思香亭离开。退下吧。我知道了。听说殷娘子被罚了80掌，今日被打晕过去了。郎君，你的手。我说了，退下。是。
不管我了吗？此去番禺，将在商州转为陆路，届时可在商州将萧家商队尽数截杀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阿爷不会这么做的。你还不肯承认？叶心远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你敢说这上面的字迹和印章不是出自于他之手？是，但我阿爷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山匪，这一定是伪造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没有骗你。这半年来，你一次次替他辩解，我一次次的心软。我没有骗你，现在是，从前亦是。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不会再相信。有一件事，你们所有人都搞错了，不是我阿爷找的萧伯父，是萧伯父找的我阿爷。自我阿娘走后，我阿爷不敢做任何一件冒险的事情，他生怕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。他这么怕死的一个人，若不是因为萧伯父多次以大义相劝，他怎么会做如此涉险之事？如今落得一个下落不明、名声尽毁的下场。殷家所有的房契、地契、田契，都在这儿了。英雄，真的决定好了吗？若不是萧兄几次相劝，我这一介商贾实不该插手这等朝堂机密。但既已答应你，我便不会再退。苏尔曼对我知根知底，若我此行暴露，他必先对我动手。届时，还请令郎照顾小女。唉，本以为查到苏尔曼便可做个了结，没想到竟牵扯出护氏背后如此多的内幕。这护氏贪腐案背后势力盘根错节，若不肃清，这市长迟早沦为权贵分食民脂的土壤。所以，只好累得英兄陪我走这一趟了。萧兄言重了，我殷世峰虽为商贾，却也知国家大义。英兄放心，我已向尚书大人禀明，到时候京兆府会派人悄悄潜在萧家商队，护我们周全。或许英兄今日担忧之事根本不会发生，到时这些契书还得物归原主啊。可那日尚书大人说，他从未收到过书信。那你为何不早说？我不说是因为我不想让我们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又徒添一些猜忌。况且7年前我10月后去找过你，闭门不见。如今亦是只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真相。你听我说，郎君有真的相信过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阿爷杀人了还假死，你信吗？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阿爷，我拿什么来证明我自己？凭我孤苦无依一个人吗？还是凭我们7年前的情谊？多谢郎君肯听我说完这番话。7年前，你我各执一端，现如今又因为这些事伤透了彼此的心。如今，我只愿沉冤得雪，
不负我阿爷，亦不负萧伯父那句家国大义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一别两馆，各自欢喜。好，如你所愿。新月是被人陷害的，砒霜一事纯属子虚乌有。京兆府还未查清真相，便将人定罪，动用重刑。若朕由偏见蒙蔽公理，刑讯之下，何患无辞？若律法失了公道，权势压倒良知，今日是一娘子，明日便是你我。林姑娘所言，刑讯之下，何患无辞？真是令我心惊。姨娘子有助于我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我愿意联名上书，恳求重审。虽不能保她平安，亦要天下人皆知。只愿青天不灭，沉冤得雪，不负良善之心。在狱中少不了一番打点，这玉镯，这怎么能行？若不是他，我至今都不敢素面见人。拿着，务必护他周全。那些坠落过的梦想，都被拥抱重新点亮。夜在长，路在彷徨，风在狂。我们皆为女子，身处高门，尚有言语之权。若连我们也沉默，那天下女子何处伸冤？你们放心，我儿在刑部当值，若真有冤情，必当秉公处理。有我们在，放心。把门给我打开。是，大人。尚书大人，莫动，身上有伤，莫动。不知尚书大人前来有何要事啊？这是金疮药，你拿好，好好养伤。如果还有什么需求，随时可以告诉我，我会让下人准备。多谢尚书大人，民女何德何能，竟让尚书大人如此挂念？你的父亲与萧家在为我查案期间深入虎狼之处，我实在是亏欠你们。姨娘子，你放心，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从今以后，这牢里没有人再为难你。你一定要好好疗伤，在此耐心等候。我先走了。云州可会怪我？大娘子，这是何意？夫君的丧期将过，女科管之事，我本意
是想让殷娘子收收心，回来与你完婚。女子嘛，还是该相夫教子，恪守妇道。老是在外面抛头露面，终究不宜长久。只是没想到他会在医馆私藏砒霜。唉，大娘子应是多想了。大娘子为我着想，我怎会怪罪？是那殷氏做事糊涂。莫不是因这事和殷娘子吵架了？哟，那我可真成罪人了。大娘子多心了，我与她没什么可说的。说来，这马上便是中秋了，我那侄女儿往年就是这个时候来这里小住，说是为了探望我，其实啊，都是为了你。此前，你阿爷也非常属意她，有意将她许配给你的。大娘子安排几时？云舟，虽说你和殷娘子马上就要完婚了，可是，我那侄女这般喜欢你，想来做个妾室，她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不如你要是不嫌弃，节后便接她进门如何？也算是成全了一番美意呀。我那未婚妻尚在牢中，以后即便是放出来了，也不配进我萧家的门楣。不过，这订婚与退婚，皆需循礼而行，不可操之过急。还需请示三房宫和族亲长辈商议，也需禀明宗祠，方可行事。你呀，你总是嘴硬心软，你对他用情至深，怎会说退婚就退婚？哎呀，但这殷氏如今身败名裂，也确实不宜再入高门。萧家的颜面，族中的声誉，终究我是要考量的。萧家虽非名门，亦算是这城中望族，岂能容污点之人玷辱门楣？他殷氏已经设了，婚约自当废止。刘表妹向来温婉贤淑，若能进门，也是我萧家之福啊。云舟，当真如此决绝？茶既然凉了，就不必再添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嘿嘿嘿，殷娘子，可还满意呀？我真不是一个为了蝇头小利就违背职业操守的人，这实在是给的太多了。您呢，慢慢吃，慢慢喝，啊。那个主管大牢的发草参军已经被抓了，您的案件会重启调查，再也没有人对您动粗了。我相信，等过了这阵风口浪尖的，您呐就出去了。您慢慢吃，慢慢喝，等您吃完了喊我们一声，给您收拾啊。请，慢慢聊，慢慢聊。我们已经联名城中的贵女命妇，为你上书陈情。
你的清白迟早昭雪，你且安心住着，莫要担忧外界的蜚语。牢里的一切都打点好了，你安心住着便是。萧郎君准备议亲了。议亲？和谁议亲？是柳家的嫡女，城中的人都说这门亲事已经板上钉钉了。也是情有可原，吃饭吧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不是一直想扳倒柳氏吗？如今怎会突然答应这门亲事呢？好了，命运弄人，把彼此相爱的两个人拆散。苏姐姐，我当务之急是离开这。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。我现在需要你们。还个，郎君勿恼，我并无恶意，只是担忧那日你说嫂夫人病情有误诊之余，故想弥补些什么，以尽绵薄。哼，用不着你假好心，滚！还不滚？拿来！你再给我拿来！坏家伙，打死你！不许你欺负苏姐姐！好，你这个疯女人！快走！看看，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。走走。你是谁？在这儿干什么？郎君忘了我了？那日可是郎君信誓旦旦地说小女儿吃了药，高烧不退。我找满院看了一遍，别说女儿，连个人影都没有呢。想来郎君应该还是孤家寡人一位。你想怎么样？济安药堂，郎君可耳熟？什么药？什么药堂？我不知道。我这个人最讲理，也最懂规矩。你什么意思？只要郎君如实回答，这钱都是你的。你想问什么？是谁让你去女科馆闹事？我不能说。行啊，那就让官府来问你吧。这钱你也别想要了。哎，别，是济安药堂，有个嬷嬷让我去的，说只要闹一闹就能得到1贯钱，还说只要闹得够大，后续还有重赏。那个嬷嬷长什么样子？叫什么名字？50岁上下吧，还有点胖。
身上还总有股佛堂的那个什么香味。香火？对，就是香火。姓孙？这我不知道。行，这罐钱归你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钱都是你那同伙的赏钱，看来嬷嬷给他的比给你的多多了。什么？这个臭娘们儿！医闹那几人住的离济安药堂不出2里路，皆是游手好闲之徒，平日靠些杂役糊口。更巧的是，他们都说那嬷嬷身上有香火味。柳氏平日里最喜燃香，她的房中还有祠堂，终日香烟不断。这香味儿有甜香，还有奶香，还夹杂着一些辛香，而且这类香比平常的香烟气要大一些，是安息香。安息香，安息香，香味独特，为乡中贵品，优先供给皇室、贵族和官员，用剩了才会在市面上售卖。这价格堪比黄金，只有达官显贵才会用。妈妈遇害那时，她的房中亦有这种奇特的香味。现在想来，会不会也和柳氏有关？白放，沈大人是有何要事要吩咐奴啊？废话，这日子都是过够了。到底什么时候安排我出城啊？我沈家世代书香门第，何曾住过这种地方？沈大人稍安勿躁。还有，那护士的暗约，如今我已经被全城通缉，我与柳家、苏尔曼的合作自然不作数了。哼，那个柳氏，别再妄想以此来要挟我，赶紧将那暗约给我毁了，免得让人知道，惹出更多是非。那是自然，沈大人放心，过几日主母便将你送出城去。从保姆那儿拿走的信件，又去了何处？主母的意思是，她与你的通信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没想到啊，沈大人竟然将全部的信件都保留了下来。既然沈大人不义，那就别怪我们不仁了。反正你也不差这一桩罪名了，会知道的生日必是你最好的结局。
谁？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嘘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别去，若是沈渊死在你跟前，你便脱不了干系。这一切都是柳氏的阴谋。新月还在牢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沈渊死掉，更不能让事情的真相就此埋没。对不起，此事我帮不了你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见你一路行迹鬼鬼祟祟，便悄悄跟来。见你在这院外徘徊，料想肯定有事发生。燕哥，我只是担心你，想护你周全。你担心我？没什么，走吧。沈渊知道的太多，要尽快找到他。奴明白。都说说吧。我早便说过，那殷家女行事莽撞，配不上我萧家门楣，解除婚约是迟早的事。柳家嫡女知书达理，如此我们与柳家亲上加亲，倒也不失为一桩好姻缘。今日我亦有事在族亲长辈面前禀明。三房公可还记得7年前我在曲江河畔意外落水，险些丧命之事吗？当时我以为那人是受了清代之事。殷娘子说，你已经没有用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落水不是意外啊？直到多日前我才知道，清代当时因为母亲病故，根本无暇顾及我的事情。此物品是我当年在曲江湖畔捡到的，一直查不出来历。后来我查了大娘子的陪嫁单，才知道这是大娘子的陪嫁物品。原来早在7年前，你就意图谋取萧家的家业。这玉坠我丢失多年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。那不如你来说说看。站住！是我爱不孝郎君，是我对郎君爱而不得，才故意离间你和姨娘子的感情，是我对郎君因爱生恨，才推销郎君入水。玉坠是我偷的，这一切都与大娘子无关，都是我一人为之。哼！我若7年前就想杀你，你怎能活到今日？那是因为你没想到，云州经此一劫后开始处处提防，你再无机会下手，转而想通过联姻来达到目的，所以你想将我除掉，再让柳家嫡女嫁入府中。你怎会在这？京兆府已查明，我是被奸人所害。你买通仁安堂的库房主管，调整归元丹的比例，造成众人中毒，又让周小娘对尚书夫人下毒，逼她自杀我。这些事情，你认还是不认？你糊涂啊！你为何要行此等悖逆之事？家族颜面、朝堂法度，尽数被你踩在脚下。三房公，你怎可听信他一人之词？这些年，我为萧家操持内外，未曾有半分逾矩。且我平日里对云州、对殷娘子都是极好的，我怎会做这种事？阿农，把那人带上来。走，快去！大娘子，此人你可识得？金娘子，
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识得此等匪类？因为他是杀死你夫君还有陷害我阿耶的凶手。什么？说，是他许我金银，劫杀殷萧两族商队，也是他让我故意在现场留下殷家信物，引所有人追查殷世峰。他还说事成之后便让我掌控萧家商路。住嘴！无耻匪类，你血口喷人！没有，我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虚言啊！表面仁慈善意，实则蛇蝎心肠。为了得到萧家的家产，不惜勾结山匪，残害亲夫，嫁祸于人，颠倒黑白，将我殷家推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够了，你简直一派胡言！我与夫君间谍情深，我对云州亦是视如己出。若不是你整日在外面抛头露面，我怎会容不下你？今日之事，我就当从未发生，往后休要再提。想走？若不是因为你拿着护身暗月威胁我，我怎么会有今日？都是你！你让我将两家商队骗到番禺，还是你让我伪造了护尸器交给户部，还推殷世峰当你的挡箭牌。你这个毒妇，想杀我灭口，我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。来人，将柳氏带回屋中去。你可是要救他？暗约之事尚未查清，他若是死了，线索就断了。好，那你去做，有我在呢。阿农，将沈园送到大理寺去。他失血过多，性命暂无大碍，但需要静养。暗约之事尚未明了，过几日将他送到大理寺，真相自会浮出水面。善和恶终有回报，只是时间的早晚。你也累了一夜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我已经派人命他们严守房门。可见孙嬷嬷的踪迹？已经把萧府整个搜遍了，怕是知晓了柳氏的罪行败露，早已逃之夭夭了。阿爷，我和清代一起来看你了。如今一切的真相都已水落石出，您不用再担心萧家了，我也不会再让歹人有可乘之机了。是啊，萧伯父，如今云州已经成长为一名不喜形于色、能独当一面的好郎君了。哦，他连我都骗了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你是在怀疑柳氏吗？柳家亦有运输商队，阿爷在临终之前曾经叫我小心，但还没来得及说清楚。现在仔细想来，可能是柳氏。那我们倒不如试一试。若是他知道你我产生了嫌隙，那他当会迫不及待的趁虚而入。你我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好，如你所愿。要我拿枪办事，我不会亏待你。要。今夜我可是吃了酒，手上可控制不好力道。你说在这大牢里面
看管犯人，偶尔受点伤，是不是不足为奇啊？你说对吧？是，有事儿您吩咐啊。为何不亲自送药啊？还不到时候。这京兆府的大牢不干净，稍有不慎，怕是会打草惊蛇。徐徐图之，一旦证据确凿，便可一击即中。不知殷娘子要如何谢我？什么怎么谢你啊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知不知道我在牢里掉了多少眼泪？我们成亲吧。阿爷，您的儿媳好像害羞。我没有，我们不是还说要去拜访尚书府吗？走吧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今天让你们来是有喜事相告，护氏暗约找到了，里面详细拟定了他们的分成比例，各自负责合作的细则，连交接时间、地点都写得一清二楚。沈源负责稽查货物，核定价格，并且出具免除苏尔曼税负的官方文书。苏尔曼则负责供货，提供波斯方面的各种资源。运输则由柳家商行负责。当初交到户部的护士器上写了殷世风，就是怕我有一天如果发现了其中的蹊跷，柳家也可脱身事外。这份暗约一直藏在京兆府的法曹参军的手中，他是柳氏的兄长。怪不得。莫走你父亲的老路。我早该想到，他也有份参与。殷娘子放心，如今大理寺已掌握确凿证据，他们一个都逃不了。恳请大人将真相昭告天下，以正视听。这是自然。多谢大人还我父亲清白。此事应该是我谢你们才是。若不是你与萧郎齐心协力，怎能真相大白于天下呢？大人，儿还有一事，想要请求大人，望大人应允。请讲。护氏一事能顺利调查清楚，此事并非仅我二人的功劳，还有女科馆内的2位娘子，她们功不可没。其中一位来自明月楼，如今她的家主已逝，我想为她求一份自由身。既无主，又有立功表现，本官定会为他争取脱籍文书。多谢大人。官爷，官爷，死人了！那边有2个山匪杀人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我跟他去看看，你们俩押本人去刑部大牢。是，这边走，在这边走。官爷，快走！签了他，从此你我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合理。你想都别想！只要我一日不合理，你就一日是我沈家的狗，永远脱不了干系。这一巴掌，打你贪赃枉法、谋财害命。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，打你有眼无珠、负我真情。你以为我苏毅是什么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？仗着我对你的爱慕和退让，得寸进尺。你别忘了，我苏家手里可是握着江南3郡的商路，这一纸和离书，我无所畏惧。姨娘，夫人，
这支簪子是我亲手为你做的。云州，7年前我去江池失约，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千代，做我的妻，可好？你可是一时兴起？不，是蓄谋已久。这些年我们虽然有过嫌隙，我亦对你有过埋怨，但早已在那一次次阴府门口徘徊时化作懊悔。我就在想，若我当时更坚定一点，若我再相信你一些，我们便不会错过这7年。千代，丧期已过，我便娶你，可好？你若负我，我以消失的列祖列宗起誓，此生为情一人，生死不离，永不相负。一步跨炎焰，百邪化灰烟。清泉浊尘清，从今世事宁。欢迎回来！我们定要将这女科馆发扬光大！这几日病人怎么多了如此之多？药库存量不足，你快去将这些缺失的药材补齐，切莫耽搁。是。我先把脉看看。好。是突然如此症状，还是逐渐加重的？脉象浮华而乱，非寻常风寒。家中可有人患相似病症？来，有些发热，可有呕吐？有的。好了，来。麻杏石甘汤。等一下，这几日与家人保持距离，所有的器具都要经沸水煮过。哦，对了，衣物和被褥也要常晒。如果发现症状加重，及时来找我们。这是怎么了？近2日病症相似者已逾数十人，发热、腹痛、泻痢无度，兼有呕血、便血之症，恐非偶感嗜血，怕是疫病将起。苏姐姐，多备一些常用的药材。好。
制作一些预防用的药，发放给还没有染病的百姓。好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刚才就喝了2口水，这腹中突然就疼痛难忍。这水是从河里打捞上来的吗？是啊。苏娘子，不是我不给你药材，只是这病邪性的很。看，我们库里的药材也都用完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外面的药行现在都涨了3倍的价，女科馆根本负担不起啊。这样，我尽量看着给您匀点吧。若是郎君能让城外的药材商把货送进来，届时我再差人给您送去。好，多谢。先回去吧。掌柜的，给我抓2副止泻的药，我家老头子快不行了，求求你！阿婆，诸位，我们这的药材早已告罄了，这煎药的火呀，从未停下来过。若是诸位实在苦痛难忍，可以去长乐坊的女科馆就诊。荒唐！那女科馆是专治女人归集的，我们男人去了有何用？医病不分男女老幼，只论病症。不去。去了也是浪费时间，女子行医岂能信的？我们宁可在这儿等药呢。哎呀，你说你，今日一时汹汹，已夺数人性命，若再执偏见，拒良医于门外，恐悔之晚矣。言尽于此，望诸位珍重。哎呀，20年前西北大疫，症状便是高热、泻痢如水、呕血便血。与今日病患分毫不差，这病传得快，若3日内不控，恐要蔓延全城。那最后是怎么治好的？将病人都赶至医处，封禁了起来。最后，染病的人都死了，一病就就是放任着不管呗。我们不能重蹈覆辙。或破下临汤，能清湿热；麻杏石甘汤，可散肺热。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，我们要找到传染的源头。我刚去巷口打听，东市的粮铺掌柜，西市的裁缝娘子，都是昨日开始发病的。他们都说，前几日喝了城南的水，我用帕子沾湿了些带了过来。有股腥腐之气，其中的味道太杂了，辨不清源头。库存的药材不多了，刚才我派人去药行问，他们说药材涨了3倍的价，仁安堂也借不来许多。涨价也得买啊！苏姐姐，你去问问那些药行，能不能赊账借一些药材，等到疫情平息后，我们加倍奉还。燕哥，除了水源，打听一下那些病患，他们共同去过的地方，还有接触过的地方，一定要找到源头。好，务必小心。好，那我们去了。来领取1剂预防丸药，每日清晨服用1颗。吃了这个，就能不染病了吗？这只是固本培元，增强抵御之力，不能完全规避染病的风险。那要它干嘛？不要钱的东西，万一把人吃死了呢？哎呀，算了。人心惶惧，缘也难免。如今西市已闭市3日，
城内染病人数每日递增，有不少百姓因病去世，还有百姓想逃出城外，但城门设了关防，防控出入。我们的压药商队亦被堵在城门外。阿农，随我去找京兆府和行会议事。给点药吧，我们真的没药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阿翁，您莫怕，他们没药，我们这儿有，我来给您瞧瞧。这女科馆岂能给男子看病？疫情当前，性命攸关，岂分男女？哎呀，罢了罢了。阿翁，让我来给您瞧病。您若不放心。才能够无愧于心。舌头伸出来。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救救我的孩子？今日有些人啊，快去别处吧。求求你们，开开门！我的孩子快不行了。今日闭馆了，有病明日再来吧。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！快把孩子放到床上。来，怎么拖这么晚才送孩子过来？前几日孩子还只是有些不舒服，这城里的医馆人满为患，始终轮不到我们，我只好让他先忍忍。景致，你先别哭，孩子还有救。苏姐姐，把我们织的义气单拿过来。你日日陪着孩子，自己要注意预防。这义气单日后，家人每日一颗。感谢医者。医者，孩子醒了。来，连服3剂，既生冷刺激之末。多谢医者，多谢医者，你真是活菩萨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夜深了，快带孩子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食欲未散，一定要捂好口鼻。谢谢。此役刚起时，我们备了那么多药材在库里，继续放在后院，怕是要惹虫蛀，不如转给别的医馆，这样既能解他人燃眉之急，也可换些银两支撑我们日常开销。甚好。无论这些药材去到哪间医馆，只要能帮上病患，那便是物尽其用。快快快！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家医馆。不知几位是有何事？哦，我阿爷说你们这能治10亿。我听说，就是你们治好了一个邻家孩子，我们也是来求医的。还以为又是来找麻烦的。没有。诸位稍安勿躁，请先入座。来，东家，真娘，你也染了10亿。
怎么吐了？那个，新月，你快来！怎么回事？他们刚才吃了什么药？这几位的病情较为严重，刚刚为他们服了葛根秦莲丸。你可有眉目？好像和时宜有些许差异。确实时宜，但是有……我就不该相信你们。果然，这女科管能治什么病，还不如不治。走。诸位请下留步，我们开的药对症无误。现在时宜突变，必有外因，请容我查明病因。我可先为大家施针来控制病情。疯了吧？还在这儿胡言乱语！我家娘子都要呕血呕死了，你还说不是药的问题？你当我们眼睛瞎了不成？走。大家请稍安勿躁，先容我施针，稳住大家的病情。诸位，我愿意相信姨娘子。姨娘子救过我2次，我信她。若是大家仍存疑虑，我愿让姨娘子先为我施针。燕哥，帮我拿针，来了。针灸虽暂缓了呕食，但脉象仍躁乱无根。你可否愿意在女科馆暂住2日？我也想，可是家中还有幼子需要照料，况且婆母心丧，夫君还要忙着料理后事，我怕他一人难顾周全。你婆母刚走，可是因为时宜？那他去世的时候，可也有呕黑血之症？有，他身上还出了些紫斑，发黑。他走前那一晚呕得厉害，小腹胀如鼓，我给他揉过，硬得很。燕哥，检查一下大家身上是否有紫斑、发黑、小腹发硬。有紫斑，发黑，新月。每人都有，该如何是好啊，新月？2位家中是否有亲眷去世，一直停尸家中？我阿爷走了3天了，本打算好好安葬的，可如今这个时候，入殓师傅也逼着走。我明白了。诸位，家中是否有家眷未葬？有，我家有，我家也有。容我说，这些尸体需拉到一处集中焚烧，诸位可愿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？治不好病，便说是尸体作祟。家中有人去世，必须停病3至7日来处理后事。如此草率地处理遗体，还将所有尸体一起焚烧，这骨灰都混在了一处，我们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呀？就是啊。诸位，请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高姐，正是因为家中停尸，这才致使疫毒蔓延。若不及时处理，一人亡故会连累全家的。他说的没错，今日烧其形骸以绝疫源，胜在100年后犹存香火。但若因一时之效，致使疫气横行，那便是以孝之名行害众之事。什么女科管，一群庸医，我们不要听他们的。大家先别走，别着急啊，诸位留步，大家先别走，先别走，别走。真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怎么办啊，喜月？姨娘子，我相信你是好心，但是此事有关祖宗体面，我因妇道人家，实在做不得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东家。世人自有执念，难以骤写。他们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自然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我既已至根源，又岂能坐视不理？你想怎么做？联合城中各大医馆，
让大家知道其中的厉害。若如此放任下去，石一便再无根除可呢。可大多数人礼教观念根深蒂固，岂会轻易改变？难道他们不怕死吗？人心中固有的桎梏，不是一场病就能打破的。那我便去报官，就算世人恨我，我也不能置他们的性命于不顾。我就不信官府会对长安城所有人就视若无睹。如今怎么办？他既已做了选择，我们作为挚友，就应该支持他。燕哥，你就按新月说的，去其他医馆游说，争取支持。我即刻去联系其他士绅名流，设法在城中制造舆论。若民间呼声足够，官府定然有所回应。四郎君，女科馆就先交由你暂为主持。尚书大人，新月，云州也在。大人，城中时疫已近半月，百姓却药食无效，致使仁安堂药材紧缺。我已询过京兆府和行会，也恳请大人能施以援手。大人，我来也是因为疫情，如今蔓延迅速，我已经发现病症的根源。好，速速道来。因为百姓将亲眷的尸体放于家中不下葬，又不懂得防疫之法，致使疫气蔓延，传染无数。亲人去世，在家中停灵守孝，本是人之常情。可是，如今疫气随府气升腾，一户染病，10户遭殃，孝心反成了屠刀。大人可否寻同僚共商此事，劝谕百姓从简治丧，及时下葬？此事非同小可，若贸然下令，恐惹动民怨。但若放任不管，疫病蔓延，长安的百姓皆会陷于水火。的确，郎君所说的商队入城一事，我会同监门卫传信。但这大规模的焚尸，还需向圣人禀报，共同商议。此事关涉礼制，若是处理不当，恐起民怨。儿明白，只求大人能和圣人阐清其中利害，不让一时礼法酿成千古遗恨。这你放心，我即刻入宫面见圣上，将议事之利害向圣上一一陈明。谢大人。看看嘞，你有心事？连我都不能说吗？不平。我今日刚得知消息，柳氏在被押往大理寺的途中，被人救走了。我担心他会对你不利，要不这几日，先让阿农跟着你。此刻疫病蔓延，你身边正是缺人手的时候。阿农跟着我在医馆，反倒容易添乱。你放心，他们都在我身边，不会让我落单的。你相信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走。燕哥，怎么回事？我根据你的想法，四处游说其他医馆，希望联合众人的力量劝说百姓。可他们都不想担着麻烦，亦或是根本不信我所说的。我们能做的都已做了，不必自责。路还未绝，这城中总得有人站出来。明天我会让仁安堂全力配合。家中停尸者，不予施救。但是这样是否太激进了一些？如果目的是救人的话，手段就不必拘泥温吞。况且，不是还有女科馆在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会治好他们。好。若商队得以入城，
我会让他们直接将药材送去女客官。多谢。谢什么？我可是你的夫君。我夫君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也在这梦都在彷徨，风在狂，也有肩膀，是你目光给我方向。你在就有远方，当世界彷徨，我陪你闯，再多风浪也不慌张。有爱在心就有方向，有你同行就有力量。当黑夜嚣张，不再退让，就算跌倒也要飞翔。心中的梦不曾遗忘，去点亮彼此的远方。我找到了，太医署此前发放的广剂方中，有一个胀疟方和散寒救急散，其救治方向和10亿的症状对应。郑疟，胀疟皆由山溪湿热毒气蕴结熏蒸而成，寒热如疟，或日日发，或见日发，毒气内破，血约髓枯，疟邪未深，速攻可愈。若毒入膏肓，虽有神方，难救轻退。怪不得长安这些时日阴雨连，街上的积水坑都发绿了，蚊虫都比往年多了3倍。但凡染者，3日内寒热交替，7日内必呕吐泄血。长山抗疟，草谷化湿，槟榔杀虫，后破里气，青皮化痰湿，陈皮可协助后破，甘草可治长山毒性。此方寒温互补，下气导泻，对疟虫可谓是见缝插针，甚佳。那我们就叫它7宝饮怎么样？再好不过。另外，对高热抽搐者，即刺10宣穴，放血泻热；持续瞻望者，点刺放血，清热醒神，抗邪。好。大家别急，每人2颗，用沸水送服。别喝生水啊，衣物要晒透。来，每人都有。后面别挤啊！按着方子，每日按时送服。你所列的单子已经全部帮你备齐，7宝饮所需药材，每类皆有100斤。幸亏有你。圣人已准许你的提议，云娘子尽管施展，官方会尽力配合。
阴娘子，我已连续3天，快不行了。让我看看您的舌苔。大家放心啊，这病能治，只要不喝生水、勤消毒，就不会被感染。每个人都有，等会大家耐心排队。哎，都可以预防的。大家在这边排好队啊，在这边，这边，别着急。大家排好队。这不是之前带着尸体来闹事的行会会长吗？不是说女科管害死人吗？怎么自己也染上了，还跑这儿来求医啊？是啊。我错了，听说阴娘子这里有能治10亿的药，特来求药。会长，你就不怕我下毒害你啊？阴娘子大意，定不会与我计较。我愿将库中余药尽数捐出，只求赎罪，请阴娘子赐我7宝饮，以解10亿之苦。拜托了。多谢。阴娘子人心济世，我等凡以小人之心躲之，实乃羞愧难当。往后，女科管若是需要任何帮助，尽管跟行会提，便是天大的难处，行会也当竭力相助。身为医者，自当以治病救人为己任，而非以回报为先念。好，说得好。其实，百姓心里面都有一杆秤。是的，说得对。此役非寻常疟疾，乃瘴毒裹挟寒湿而成，必须速治。女科管已拟出方略实证，望大人联系京兆府散播告示，令百姓知悉防患之法。疫起于浊气，救急于清源，需净化井水，阻断疫气源头。投之明矾、硫磺，可沉淀消毒。每日清扫街道，焚烧苍竹、皂角，去秽。尸体必须以石灰覆盖后焚烧，阻断传染源。阴娘子，阴娘子，阴娘子，如今疫事得控，大家都感念几位的日夜辛劳。多谢阴医者救命之恩，一点小小心意，还请收下。对不住2位医者，当日是我长了下，误会了你们的良苦用心，险些因偏见丧了性命呀！哎，一点心意作为谢礼，一时道歉，啊，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作为医者，
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高兴。我们也高兴。哦，对了，燕哥，我也有礼物要给你。给我？快打开看看。是什么呀？托吉文书。是托吉文书。现在你就可以，你们都知道了。苏姐姐，那你……其实沈渊被抓进大理寺时，我就去找过他，他不愿意和离，我就狠狠打了他一顿。大娘子，喝药了。管着您的，他只是性子倔强，不善言辞。那日官差将您移交刑部时，为了救您，郎君还受伤了呢。让阿娘看看你的伤。皮外伤罢了，我是个医者，自会照料自己。大娘子的伤势未愈，还是应该保重自己要紧。喝完药，早些休息，夜里风凉，莫要再加重了病。这些年是阿娘对不住你，我真的想让你出人头地，我不想你走我和你阿爷的老路。你有天赋，不该被埋没在那小小的医馆里。大娘子不必再说这些，往事已矣。如今大娘子落得这般下场，还望好自珍重。过些时日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会想办法送你南下，远离长安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走不了。如今已无人能护你周全，南下是你唯一的生路，莫再执迷。郎君亦是为您着想啊。想我半生筹谋，才能如此淹没在江南烟雨中。他不懂，这局棋下到今日，早已不可善终。郎君，近日可有前往南方的商队启程，尤其是往岭外的？哎呀，这有道是有一旨，3日后启程，走梅关古道。只是如今这盘查甚严，这过关打点可就……郎君，你这可远远不够啊！不如……哦，这个不行，这是阿爷留下的遗物，不能给你。银子我会想办法的，3日内必给你补齐。郎君可知，这世上最贵的不是玉，是人心呐。
3日，3日我定让你见到祖叔。告辞。给大娘子请安。司郎这玉蝉倒是十分别致呢。这是我阿爷留给我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佩戴合适，放在袖中老掉出来。你阿爷？啊，对，他回老家之前教育我的。 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可得收好了。这一看就是早年长安富贵人家才会有的东西。说是祖上传下来的，让我好好保管。看来司郎祖上亦是显赫的门庭。 两位，我已经知错了，两位就放过我吧。你不必紧张，今日唤你来，只是有一事相问。你膝下可有子嗣啊？有一双儿女，小的才3岁，那大的呢？7岁了，和他阿娘最像了。那你可认识司向庭？ 司什么？好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司向庭有血是假的，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医者，但早早就去世了。此前他在城外一处别院里待着，那所别院正是柳家的，而且他的生辰和柳氏曾经闭门养病的时间正相吻合。柳氏。 私生子，看来是柳氏当年未婚先孕，看不上司郎家出身寒微，所以才找上我阿爷的。若他与柳氏有什么关系，他为什么要一直帮我？况且也从未做出任何对女客馆不利的事情。难道你忘了，从天而降的砒霜，差点让你被打死在京兆府？ 去往南边的商队，我已托人打点妥当，你只需藏在货箱夹层，裹紧黑布，莫出声。我说过，我不走。你若是留在长安，数罪并罚，侥幸是迟早的事。我那日救你出来，不是想看你再回大牢的，更不愿看着你赴黄泉。我若走，你当如何？ 你会和我一起走吗？我还有未尽之事，待我办妥之后，自会南下寻你。世安，你可否再唤我一次，阿娘？南下等我。 看来你们都知道了。为何来女客馆？目的是什么？
你的挣扎，要经历多少彷徨，才能摆脱血缘关系带来的枷锁？谢谢你，姨娘子。直到现在，你都没有责备我一句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责备也没有用。思君，你不必以他的儿子自居，你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你终会选择良知与光明。我曾彻夜难眠，想着，若生在别的人家，或许就能坦荡地走进这女客馆，堂堂正正的叫你一声阿姐。可我终究走错了路。我会离开女客馆，以所学医术偿还过往的罪孽，也算替我自己寻一条归途。那燕哥呢？想好怎么对他说了吗？我还没想好。明天，也给他一个坦荡的交代。新月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临危不乱，带领我们抗疫。感谢苏姐姐，跑遍整个长安城的药行，才借到的药材。感谢燕哥以身涉险，四处搜寻疫病的源头，我们才能够顺利的研制出药方。感谢四郎熬夜制药，陪我看病坐诊。感谢阿农，挺好的。当然了，还要感谢我的云州，联合各大药商，让百姓知道在家中存尸对疫病的传播之害。好了，经过这场11呀，我发现我们团结在一起，竟然可以做这么大的事，能守护这么多的人。能和你们一起行医，是在下的荣幸。往后，请继续多多关照。敬生命，敬真心，敬自由，敬苍生，敬希望，敬大家。是啊，都是在女子的裙摆下诞生，绝不许女子的裙摆随风飘扬。但是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昂首迎风而立，不卑不亢。没错。保持温热感是一件
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对啊，是你照亮了无数暗夜行路的人，也包括我。那便让我们继续做点星火般的事。可是，前路漫长且未知。我愿与你携手，共赴前程。你爱我吗？我爱。那你呢？我爱。珊，我想明白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燕哥，我想去游学。可是，我拿到脱籍文书了。恭喜你。恭喜。可是我舍不得你啊。这世间有许多事不可求，求不得。我有执念，难以自度。执念？若是我想强求呢？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们一起向前走。对不起，我想去寻艺术最高之处。你撒谎！你看着我，是不是因为我配不上你？是不是因为我有那些抹不掉的过去，我永远也配不上你？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我配不上你。可我留不住你啊！我留不住你。
娘子，小龙君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离开这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快！姨娘子，可否帮我将这枚玉蝉交予燕阁，告诉他，她是这世间最好的娘子。这是他想让我交给你的，这是他最宝贵的东西。他说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小娘子。他还说，若不是他，或许我就不会留在女客馆，也不会结识你们。你醒醒！你不是要随意去世吗？你不是要吃病救人吗？你醒醒啊！萧景逸，贱人，都是你！你毁了我所有的计划，你们全都该死！为什么死的是我儿子，不是你们？那不是你儿子！你根本不配做他母亲！你们全都该死！刘氏的家不该你来偿的。命运弄人，他背负了太多无法挣脱的因果。或许如此，才能解了他的执念。这一切就像是泡沫，一触即碎。你是受了多少的折磨和委屈？这些都是百姓给你的信函，我都替你看了。有些写的七扭八拐的，很是好笑。还有小娘子不识字，就给你画了许多画。
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也给你写了信，你要是看到了，便托个梦来好吗？此生无悔，唯愿山河无恙，世人安康。燕哥，忘了我吧。清淡，英伯父的尸首找到了。大娘子还是别看了，一阿郎尸骨残缺不全，有多处野兽啃咬的痕迹，头颅亦有残缺，只是在尸骨旁找到的。阿爷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去？这样我们可以一起还。这世道混乱，自有去平定的人，我不想让你去以身犯险。还债之事，可不是我们清代人做的，你只需做你想做之事。胡人从未表露过怀疑过。那你刚刚和萧伯父，你们说，你们……没事的，只是生意人一贯会做最坏的打算，你不必过于忧虑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。清代不是一直想要波斯的布料吗？等我回来，给你带一批最好的宝石织锦。真的？那好吧，阿姨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放心，一定会的。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，别担心，好好歇歇吧。我阿姨，她对我说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她让我等她，她会给我带回来最好的织锦，还有我想要的首饰。她都没去过女客馆。院长。我没有家了。没事，我一直陪着你呢。萧府就是你的家。这封信是从英府找到的，看来伯父他早就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清代，若你读到此信，必是父亲
已无法归来之日。此生与你成人，虽未能伴你致远，然心无憾矣。我所爱之女，当以己心为灯，不依附，不困顿，纵风波起落，亦能独立行路，勿悲，勿念。愿你一切安好，平安喜乐。唯愿来世仍做你父亲，听你唤一声阿爷。没事，有我在呢。阿爷。传圣人口谕：长安一起，民不聊生，朕忧心如焚。幸得女科馆怀济世人心，献于秘方劫虐七宝饮和抗疫之法，长安得以转危为安。今特赐匾额，以彰其功，令赏银100两，用于扩建医馆，广施良药。疫病虽退，人心长存。望百姓铭记此馆救苦之恩，世代传扬。谢圣人隆恩。恭喜啊！好的事啊！太好了，心月，这下重建女科馆的钱总算有着落了。放心吧，女科馆与我们有救命之恩，我们自当鼎力相助。我亦献上家中木料，为医馆添一梁一柱，大家都会帮忙的。是啊，我们都来帮忙，都会来的。多谢诸位，今日先请回吧。好，一会儿帮忙。肯定会来的。是啊，走，真好。抗议亦有四郎的功劳，我们要好好的缅怀他。哎，往左。哎，我来啊！对，这儿高了啊！哎，好，别动啊！哎，左边。多谢各位不辞日夜，才让女科馆得以重生。殷医者，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？这些啊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就是，没有女科馆，哪有现在的我们呢？是啊，多亏了你查的，真是棒。渊哥，你想清楚了？我要去走他未完成的路，把你和他的医道传到长安城外，一切顺利。有爱在心就有方向，有你同行就有力量。当海越嚣张不再退渊哥，就算跌倒也要飞翔。心中的梦怎么了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。什么事？专访啊！啊！一路漫长，但只要心中有光，便不惧前路漫漫。